好，所有的球迷朋友，晚你好，欢迎收看气排20年。我们在这一周依然在高雄凤山体育馆为大家带来比赛的转播。今天的第3场赛事，周六晚场由云林美金龙面对彰化三大远线。那么，因为在这一周啊，依然是台电的主场周，在前面的2场比赛啊，这先是男子组的屏东台电啊，这输2赢3大逆转击败了连庄之后，那稍早呢，女子组这边也是由高雄台电击败了毅力营造。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战绩表，美金龙呢目前是4胜4败，刚好在战绩的前段班。那从桃园台湾产险之后呢，3胜4败，以及彰化三大有线呢目前是3胜5败。那不过在目前积分上面呢，三大有线倒是跟康体啊，虽然说拿到1胜，不过因为它有比较多打满5局的比赛，所以都是目前有7分的积分。为您听到球评呢是我们的自由女神国手杨梦话，我是梦话，你好，晚安。晚安，大家好。好，我们在先前看了2场台电的比赛，我们这场比赛转换一下心情，看一下彰化三大有线跟美金龙啊，这是男子组的赛事。那不过我们要提到，其实在今年，毕竟在男女子这边的赛况就有点重新洗牌之后，连庄感觉上也不是像去年这样子，好像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好像没办法击败的感觉。对，没错，因为其实每一队啊都有应该是说每队的阵容都有调整哦，不管是比较年纪比较资深的选手啊，或者是年轻的球员，他们都是有来来回回，要么比较资深退休嘛，那年轻的选手也会替补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人，男子或是女子，我相信他们都会对整个企业排球联赛稍微会有一点点陌生，因为都还在摸彼此的一个战术哦。好，那我们要看一下在这场比赛哦，这个主场的画面。好，2位都是国际裁判呢。第一裁判是魏玉红老师，第二裁判是刘议员。高雄市第2司线员国家 A 级裁判陈佑廷先生，来自高雄市。啊，2位司线员国家1级裁判，谭正生以及陈佑廷老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王伯荣先生，来自台南市。裁判技术委员王元成先生，来自台南市。好，这场比赛临场的分别是王伯荣跟王元成2位委员。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进行一个简单而隆重的仪式。气排20年非常不容易，要成就气排20年，除了选手本身的拼劲，还有教练的调度之外，我想一个比赛最重要的环节，这个角色绝对不能缺乏，就是我们最尊敬的裁判老师。特别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有1位裁判老师陪伴了我们20年的时间，从气排的元年一直到今年气排20年，他从来没有缺席过。他即将在今年的气排20年卸下我们的裁判老师的一个职位，我们用最热情、最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魏玉红老师。感谢魏玉红老师这20年来的一个陪伴。那当然，魏玉红老师在隐退之后，还会继续在排球场上，特别是在裁判的执法上面，继续来帮助我们台湾的裁判的水准继续的上升。那今天呢，利用这场的赛事，我们特别恭请到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龚建荣理事长来为魏玉红老师致赠隐退的纪念球以及鲜花，要献给我们的魏玉红老师，感谢他这20年来的一个服务。好，我们先看向前方的摄影机。好，接下来我们就致赠我们的纪念球。上面有我们的理事长，还有胡宗明胡老师以及所有委员的签名。好，掌声再送给我们最辛苦也服务我们20年的魏玉红老师，谢谢。
好，由于呢，在国际排总的规定呢，就我们也是刚才有这个查资料以及这个透过资讯才知道，55岁其实必须要退休。是。彰化3号有限队，3号陈玉玲，5号陈恩德，7号陈介廷。好，首先是彰化3大有限的球员进场。赖建豪，77号吴国强，还有自由球员12号许敬凯。执行教练邱金志小姐，教练林志勇先生，教练黄建伦先生。接着轮到右手边的云林美金龙队，1号洪荣发，10号张佑成，11号林家伟，15号许瑞恩，16号李俊佑，77号温义凯，自由球员3号苏逢哲。教练吕少平先生，好，我们看下正大有限在这场比赛的先发名单，陈恩德、赖建豪、吴国强在前排，那另外张廷汉、陈玉玲还有7号的陈介廷呢在第2线。美金龙呢，前发依然是洪荣发搭配了张佑成，在2号位则是李俊佑，另外后排许瑞恩、林家伟以及温义凯。好，刚才我们赛前提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一裁判主审啊魏玉红哦，他在气牌已经服务了20年之久。那因为在接下来他届满55岁哦，所以按照国际排总的规定哦，是必须届龄哦就。目前还没有修改这个规定哈，就有可能年龄会上修。但听说要研议，就是说看要不要把这个上修的年龄稍微再提高一些些。是，好，美金龙呢，在今年呢，这个其实蛮有趣的。美金龙今天战绩4胜4败，就是基本上呢，这没有球队可以对美金龙轻松拿下胜利哦。包含美金龙在今年其实也击败过过去的一些传统强权的球队啊，包含这个也击败了像台产哦。那不过蛮有意思的是，今年美金龙倒是送给了康体跟三大有限各1胜。没错。在三大有限这边挑战拦网触球是成功的哦，成功的。哇！结果马上发球就把这个球权跟分数还了回去。今天的国强是担任先发，其实，在开赛的开赛的第1场哦，其实他原本都是。号称最佳第7人，他都上场能够赶快的去解救一些接发球啊，甚至一些攻击的危机哦。那今天他是有一个先发的一个阵容，先上场比赛。好，赖建豪的发球。完全被抓到了，是在右城这边的攻击哦。其实他也算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手哦，他会去选择攻击手的拦网，他就要去做进攻哦。那我想开场呢，他应该也是要先适应一下整个球馆啊，跟整个空间感的感觉，先把球给打顺。八股阿发，好球。确实阿发在整个队中哦，算是扮演着一个。老大哥的一个角色哦，所以我猜他在处理每一个球，其实都令人感觉到很安心哦。两队今年是第二次交手哈，第一次呢是让彰化三大有限呢一开始是连拿了2局，美金龙拿下4、5局，反而在决胜的第5局呢三大有限稳住哦，最后呢是3比2，5局大战。但是在那场比赛双方的分数是打得非常接近，最后总得分呢是109比104，5局打完只差5分。好，陈恩德发球。
这救回来，还有机会。对，整个空间感可能还要稍微再熟悉一点哦。发短。 恩德的得分，在三大有限这边攻击的主要都会放在恩德这边哦，他确实是能够在很多关键的时间点为球队拿下分数。一开始中华三大有限的开局啊，其实打得蛮不错的，所以很快的云林美金龙这边就请求了暂停。美金龙呢，在这2周啊，在凤山体育馆的比赛。 先是在上周6呢，输给了屏东台电，不过也是一样打满5局哦。是。倒是今年美金龙在打满5局的比赛哦，这个只有2胜，只有1胜2败。最近连续2次打满5局，分别输给了彰化三大有限，跟上周输给了屏东台电。那上周日的比赛呢，美金龙则是在这个4局当中呢，输给了台北康体，所以目前呢是苦吞2连败。 6成，后排阿发，连续靠他拿下分数啊！是。在三大有限这边的搭配似乎出现了一点状况哦，让恩德这颗攻击打得不顺畅。其实感觉三大有限的这个球风啊，跟队形其实是蛮有趣的。过去呢，三大有限打了8场比赛，3胜5败，但他只有2种结果，他要么直落3，要么打满5局，就没有中间的，要么很快的解决别人被解决，或是一定要撑满5局。三大有限确实也是一支很新展的球队哦，他们今年是第2年的成军哦。那也很，当初他们在开普的时候，其实全队都非常开心哦。那接2连3在康体这边以及美金龙身上都是有拿到胜利的哦，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他们非常珍贵的一些经验哦。好，没有碰到球哦，未触球。不过邱金志老师还是要表示一下他的意见。对。邱姐应该也是他们三大有限场边的定心丸哦。好，5比6，拿回发球权。哇，这个发球很有威力。对，很强势。易凯，哇哦，确实拿出他的强项哦。易凯总是可以跳得很高，包括他的击球点都可以是很高的状况下。 才能够得分哦。那我希望他是因为其实我跟他聊过，有跟他说，其实你拦网可以有时候可以不用这么费力，你可以多运用一下拦网手的 touch out 去做一些进攻哦。对，所以他也是给我点点头。不过年轻球员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希望能够尽量展现自己的运动天分。对，所以他再过个1、2岁他就知道了。就年轻的时候跳得高、跑得快的时候，就觉得我靠体能就可以战胜对手。是。他可能在技术方面就比较不会想这么多。对，因为他有足够的体力啊，所以他可以去发挥。但是等他，其实说真的，这有差1、2岁，体能上还是真的会有差。是。好，双方7比7。在第1局，双方倒是有来有往哦。
双方在往前的对峙。三大有限今天倒是在往前的分数拿了不少哦，打得很聪明。对，介廷依旧还是很稳扎稳打的站在举球员的位置哦。啊，轻轻的带过我。是。还是跳得很高哦。对。不过确实，他还是要考量到他自己的体能哦，因为比赛不一定都只有3局，他必须还是要调配自己的体力，有可能会达到5局的体力哦，甚至一些专注度都会影响到体能哦。好，林家伟发球，第一个快攻被拦下来。好，吊球没有成功。 后给后排，一样是后排的恩德。好，两边强攻强守，往前，分数就决定出来了哦。对，因为可能人的肌肉就是这样，如果你一用力，他的挥手就会慢，出手就会慢，导致球点会在网子上面，所以他就太想用力了，导致出手变慢。 其实我觉得刚才梦话讲得非常好哦，这个一用力，你的这个出手点或者是你的出手反而其实没有办法把你最好的这个动力链给完成。是，其实包含我们讲，就只要需要瞬间发力的这种运动哦，篮球这种不算，举凡棒球、羽球、桌球、网球，其实都强调一个是，你刻意想发力的时候，其实反而你的力量是使不出来的。是。好，正面直接打在手上，硬是往回扣，哎呦！这一颗似乎带动起了美津浓整个士气哦。很需要，直接打在手里，硬生生叫你吞回去。好，刚好是温义凯发球。 哇，这个发球的力道很够啊 ，Power Serve。好，先过网，后排来一个，重新组织，吊球，救得漂亮，再攻。文一凯是这几年这种。 在排球当中受到蛮多讨论，就偶像类型的球员啊，他的这个造型啦、外形跟打法啦，对，就常常有人把他跟这个漫画当中的人物做比较，对，感觉就是酷酷的，对。其实如果说排球要继续发展哦，要增加他的观众跟群众的 base 的话，其实像这样的球员哦，应该说。 有明星特质跟气质的球员，其实要数量级真的要增加。是，但其实也取决于自己有没有想要去创造这个部分吧。因为即便我长得再好看，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在经营这些东西，其实也蛮可惜的。对。好，三大有限这个时候拿回发球权，不过双方现在在第一局倒是蛮僵持的。重新组织，巴古的恩德。 被前排的右城给抓到了。俊佑的发球。 哦，还是救起来。双方空中抢高度，不成。拦网裁判第一时间对会不会挑战呢？对，因为拦网第一时间是判出了offside哦。对，所以美津浓现在这边提出了挑战。 刚看起来感觉在这个球进之后啊，马上好像双方这边就这个
有点想要提出挑战的这个味道。是。好，挑战失败，所以还是由彰化三大有限来掌握发球。哇，结果发球挂网。哇，一样打在网带上没翻过去。哇，两边最近的发球啊，都想要直接靠着这个比较高难度的发球要到分数。后排，哇，完全是一个空档，前排基本上是没有人拦网。是哇，这个重锤扣网。 磅数很重啊，这个球真的是绝对不能忘记后排还有一个易凯哦，埋伏在这个地方等很久了。对，这个攻的也漂亮哦。其实双方在第一局的攻击的成功率其实算是蛮不错的。是。 其实整个在三大有限哦，我觉得他们的表现确实是已经越来越稳定了、哦，因为毕竟他们很多选手都是高中上来才刚身为大学生的选手，不像是台产啊或者是康体一样，他们是原本就是国北教啊，甚至是那个中原大学学生哦。那我觉得他们算是比较新颖的一个球队来讲，发挥来讲，他们已经是越来越稳定了、哦。 温一凯其实打球，我觉得他有个特质是他从动作去你会感觉他对自己的信心非常够。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蛮多球员其实都需要的。对，但多部分的球员都比较害羞一点点。好，分数要回领先15比14，双方第一局算是蛮纠缠的。 一样是给一台，好，后面有救到，国强，啊，哇，这次的防守漂亮，对，从防守带动了进攻哦。两队今天其实，在4号位都拿下不少的分数。 16比15。国强在整个攻势上来啊，总算回到他，因为去年他其实是先发选手，那我看他其实也都是这样子很有自信的去打每一颗球。那在今年呢，一开始虽然是不是先发，那他换上来总是有很有救火效果。那直到现在他当了先发，觉得他在这几颗的攻势又稍微找回初衷的感觉哦。其实有时候球员就是这样哦，他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角色跟定位。对。我讲那么多，你一句话就帮我解释了，谢谢你。没有，因为其实这个状况也不只是发生在国强的身上，我们见他这几年有蛮多的球员也都是这样，因为。当你知道说你是被信任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担心说，哇，我这个球万一没处理好，我会不会马上就被换下去？没错，你比较可以就是真的去施展开来。这就比较讲心理层面的一个过程。对，哇，天哪 ，Power Play， 好球！哎呀，这稍微是有一点，这是球点没有抓住吗？还是时间差？球点是因为他球高，但是地心引力关系，他一定会掉得更快。那对于他可能。
对于球的掌握度也没那么高的情况下，他就不应该失误，他或许应该要选择先把球打过。是，对。 哦，这次的这个 credit 有一半要分给接发球的球员。是。哦，刚才在这个过渡上来讲，很成功的串联到了前场。对，尤其像在大界这边，介廷哦，他在送球、举球给攻击手的时候，他的球指起来都是令人感觉到很安心的那种稳定感哦。好，救得漂亮。后排。后排。 哎，这个有没有挑战的空间呢？是因为第一时间现审是比出了 save 哦，但是裁判是有了奥赛的判决，果然对三大有线这边提出了挑战，对，也很合理哦。这个在第一局快到局尾了，这个挑战会蛮关键的哦。是，因为这挑战如果成功，一来一回可能会有2分的差距哦。志平哥也是很可爱。 他想说，总算有我的画面了，不然他以前都是坐在我旁边。哇，双方其实在第一节都是强攻强守，我们看一下，最后应该是压在线上啦。哇，真的，挑战失败。啊，这个我们邱老师非常的开心呐。 结果发球出界，正面硬是被盖了回去。对。 你看这球，其实在出手前好像就被对方抓住了。是因为其实就在正面而已，所以我觉得在大界的举球部分哦，稍微可以调整一下，看不要打只有正面的快攻哦，稍微可以打一下 C 啊，稍微把拦网者稍微引诱到后面来这边。好，所以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哦。双方在第一节印象中在刚开始第一局局出的时候呢，三大跟美津浓各自有连续上分哦。当时最多三大6比2领先，但那个时候美津浓请求了暂停之后，其实非常有效果，因为暂停回来过后马上追成了6比6平手，双方接下来就是1到2球在一直拉锯。 19比19，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比双方谁犯错比较少，对，谁的失误少。嗯，哇，这救得有点惊险哦。哎呀，其实这个接发球并没有说真的太到位哦。是，所以你要看举球员的角色多么重要。其实他举在这个位置也是让恩德可以打得很舒服的位置哦。 哇，三大有线这分拿得有点惊险了，但还好化险为夷，20比19。哇，这球也被压丢啊，不过还好，是发哥打了一个 touch out。嗯。 我一直叫发哥，但其实很像他也很年轻。对，这是外号。对，尊称。给后排的易凯。哎呀。哦。哎。哦。这一下倒是。大家有2种对判决，一个结果2种表述。是。两边这个球进之后，两边都会开心。对。两边都举手，是。到底是谁拿到分数？ 所以一定是个挑战的哦。哇，
第一局双方是在比的哈，挑战拳击都用的差不多了。三大有限哦，其实在看一下最后应该是在线，哇，吃到1咪咪，天哪，真的是1咪咪啊！这吃到一点点而已。是。哇，这个挑战非常关键哎。对，这到底要说丝线员的眼力好还是真怎样？的，好像吃到这角落一点点而已哈。啊，怎么？哇，结果了！哇，这个有点太冒险哦。是，这个接发球放太快了。对，我还记得梦华说过，在这种最后分数僵持的情况之下，不要去赌那个几率。对呀，对。先接起来都还有机会，你放掉之后就是把球交给排球之神。对，感觉是2个人的默契没有讲好谁要接这颗球哦。哇，突然间出现了状况啊！三大有限在最不该出现乱流的时候，被美津浓连续拿了3分。双方在一开始6比6之后啊，就没有让对方连续得分超过2分，最多就是连续2分之后，我一定会还1分回来，所以就一直拉锯。反倒是现在来到了后半哦，三大有限让美津浓拿了3分哦，超牌4分哦。尤其是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从17、18、19这个区间哦，当时是三大有限领先了2球。那在最近的这6分当中，美津浓是5比1。是。好球！哇，这个地方从4号位起跳，今天其实三大在4号位的把握度是高的。对，今天的廷汉感觉也是准备的非常充足哦，在球的最高点来击这颗球哦。这分对三大有限也是非常重要。好，陈介廷先下。那另外，风平环跟庄子玲先上。好，上来发球的风平环。中间发球，这个跳过来往上。对，因为其实教练要这样子运用人哦，其实也要让三大有限这边保持前排3支攻击手哦，因为如果介廷去后排发球的话。我更正一下，应该是要让整个队形的节奏稍微有点更换哦。好，这个对美津浓算是情势大有可为啊。好，硬是盖了回去啊。哇，美津浓现在第一局的局点出现了哦。整场比赛其实。这个没有太多镜头表现的许瑞恩，这个时候拦中成功，拦网成功，24比21，有3分距离。陈恩德上，就是要分数。是，现在教练在把介廷跟恩德换上哦，因为刚刚的换人确实是要让前排保持3支攻击手。那如果现在要把队形换回来的话，现在前排是只有2支攻击手的哟。哎呦！天哪！运气也站在美津浓这边，是直接打在网袋上过网，所以在反而第一局的后半段与美津浓甩开了三大，在第一局的纠缠，在拉尾平衡的情况之下，25比21，第一个局点就顺利转换成功，率先拿下第一局。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
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看第一局哦，三大有线这边比较多是在攻击上面发生的失误，其实分数就从这边流失了。另外，在发球这边的失误也比较多，是光因为发球的关系掉了5分。是，包括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在后半的时候，确实自己的接发球失误，其实失误真的也是要看种类，像他们刚刚的2个人之间放球的这种失误哦，就会比较伤球队士气哦。不过我相信他们刚刚在局跟局之间的一个休息哦，在2位接发球的国强啊，以及自由权这边，他们其实都还有在做一些沟通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会有调整好，来继续准备第2局的比赛。那温一凯第一局打得很奔放哦，对，得到6分。是。
第2局开始还是彰化三大有先发球，首先陈恩德。 哇，还是跳得很高哦。对。哇，他每一次出手感觉上好像都是把这个力道灌到最满。是，尤其跳起来，其实如果这一支拦网的话哦，他基本上都会有80%的得分的把握哦。通常这样是不是尽量不要让他这个球过网，能够在拦的时候先把它拦回去是比较保险的。也要拦得到啊，因为其实攻击方你又不能了解攻击方一定会打哪里，他也会变他的手法。是。对。 哇，连续2次美金龙在前排都下了重手。对，三大有线有这样子的开场是稍微有一点点劣势的状态哦。其实，在第1局的局尾，就像刚才梦话讲的哦，其实当时21比21的时候，比的就是在关键分那3、4分的稳定度。是。 我在这时候，恩德马上要了1分回来。很多关键时刻真的还是给了恩德整个主要的重心哦。那其实，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哦，我都有提到说，其实恩德应该说一个队上有一个 super 是正常的，因为 super 是正常的，一定要的。但是如果你的时时刻刻都要用到这个 super 的话， 那有些关键时刻要用到他就会压力也很大。那如果没有得分，整个球队士气也就不会好起来。对，他的就是你一直使用它就像这个经济学原理，它的边际效益会递减。是。就你第1次用、第2次用，这个效果会很好。那你第3次、第4次双方渐渐习惯之后，它的这个效用开始会渐渐下滑。对，下滑反而是没有办法得分的时候，整个队的 team 的这种氛围感也会变得比较糟糕一点。3比1。 哦，有没有机会？还是硬是吹过网。在第1局啊，当时20比20的时候呢，那三大接连发生了一些状况，包含是接发球失误啊，就让这个球落地，但是没有出界，然后再往前双方没有交代好。是，这些都还蛮影响整个胜负的关键。还有处理球。 好，国强先过网。对。还有吗？国强。再给国强。再来1次。哇！2次都被对方拍回来。哎呀！但这时候真的是很考验攻击手敢不敢出手哦，因为不管怎么样，其实 做给你2波、3波，要得分这还是要看你，所以我觉得攻击手的这个突破的心态哦，我觉得国强还可以再强一点。就下一次做到这边还是要攻了吼。是。快攻来一个，往后排敲。是建豪的快攻。 哦，很拼哦，这一球。是。我想在这球没救到之后，10分直接刚好顺势滑回板凳区。66号的义翔。因为他也知道说这个分数掉，他差不多就要要做人员的更换。对。其实也很看重动作如果你看着他落地，或者是你有动作出去失分，我觉得那感受度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他有这样子的动作是很好的。没有错，没有错。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不能说对方这样一攻过来，我就好像那个投降一样，对，对士气伤害蛮大的。没错，虽然说可能救到的机会大概只占了2、3成，但是你有动作出来，感受度就不一样。真的。对。 哇，今天温义凯状况蛮不错的。是，不管是在斜线的攻势以及直线的攻势，都有他的得分点。第一个快攻被对方拦回来，再试，连续被挡了2次，换人试试看。
出界。你看这边有点可惜哦。我觉得啦，刚刚像介廷刚刚举给他这颗球，其实我觉得他想要攻击手打 touch out。哦。对，但是介廷稍微没有把握到，就没有打到拦网手。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这样子的尝试哦。但是看一下三大有限现在需不需要在攻击上面做一些调整呢？因为感觉现在攻击的手法比较单调一些。对，但是就很取决于自己攻击手看要怎么样去运用他的手法吧。对，包括长球、短球、小球，或者是手法的改变，其实真的球举出来了，你真的只能靠攻击手自己去突破。哇，现在反而是做给温义凯的成功率很高哦。是。我觉得像刚才梦话讲哦，这个三大有限这边可能不论是短球啦，或者是在整个球点上面呢，都可以做一些调整，就未必说就是1-2-3、1-2-3，或是往正面去做强攻。对，整个节奏上是可以去做一点突破的。不过其实又讲到一些比较心理层面的，你现在落后，你有办法去做突破，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吗？因为你会怕失误，你也会怕说，哎，你这个不一样的。跟以往不一样的习惯，你去做改变了，你会不会失误？这都很取决于自己球员的一个心态，可不可以去突破。好，我还好，这个时候啊，在最近这段期间比较挣扎、进攻比较 struggle 的时候呢，刚才还好是张廷翰打进了分数。哇，对。看这一个漂亮的拦网，可不可以带动一下三大有限这个士气哦？很需要哦。对，尤其是拦到我们小凯温英凯的球哦。这个就不能让对方觉得说好像他一直予取予求。没错。好，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美金龙请求暂停。不想让他气势太旺。能打就好了。对，我打得好，没事，好。没办法，你看大界都有一个就明确，他就是买球打你，一样啊，我们一样策略啊，来啊，好，这个暂停其实主要美金龙这边应该是喊给球员先稍微喘口气了，看起来这个应该今天因为攻得蛮顺的哦，现在这个打法应该不会做什么改变。成功的防守，给的位置好像有点太靠后，是感觉起来是搭配上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顺畅。9-6。因为其实整个给廷翰这边的球哦，确实是有一点点靠网哦。那看一下回波，是拦网也打到对，有点打到脸。对。不过这场比赛如果说有哪一个环节哦，就双方有比较大的这个落差，是美金龙今天拦网确实是完胜三大有限。对，感觉是在拦网毕竟美金龙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球队啦。那对上三大有限确实也比较三大有限比较没有那么的有经验，就比较年轻的一个球队啦。对，所以我觉得整体发挥起来，美金龙一定会比较顺畅一些。阿发在刚才这一球跳了出来，是好一阵子大家没有注意到他。对。所以这个刚才美金龙的暂停喊得蛮有作用的哦。暂停回来之后，除了回稳之外，马上连下3分，现在有点拉开了5分的差距。第二局，最近的这个8分当中啊，比分是6-2，美金龙。
好过网。哎呀，全部都在前排，稍微有点可惜哦。后面没人了。因为像其实我刚刚就在想的这一波的攻击，三大有线攻击，他们很聪明，其实已经改变节奏了。对，没错，他有个吊球，虽然说没有得分，但是确实已经扰乱了美津浓这边的防守，也是送了一个呛子过来嘛。那就正是要一个组织攻击进攻搭配的时候，反而是在卡巴端这边稍微没有注意到，对，就还蛮可惜的、有点乱，有点刚才在站位上有点混乱啊。对。好，这分有补回来啊！陈德今天是彰化三大有线主要的得分来源。哇，这个。阿发今天其实攻击的机会没有这么多，但是只要给他打到点上，成功率很高。是。韦应凯今天攻击成功率极高啊！是，几乎有出手都会得分。超过60%的攻击成功率哦，而且罚球净算 ace 球，哇！这个对三大有线来讲，这时候蛮艰难的哦。对，因为在小凯这边，温义凯、小温这边，他在整个企业排球联赛当中，在总得分率也是在榜上的哦，榜上前5名的哦。好，修正，哎呀！还是拦网的问题哈，是整个在攻击端上哦，稍微要再改变一下打法哦，不能打太顺手。你太顺手，其实拦网也好拦，甚至或许可以吊球的方式去改变节奏。这完全被抓了死。对，确实真的很难突破。现在把冯品涵上来，是换一下举球员的节奏哦。这第2局美津浓攻得很顺。对，感觉现在整个不管是气或是整个运作上哦，都在美津浓这一边哦。其实美津浓上周啊，这个接连面对台电跟面对康体，其实都输球哎。而且上一次面对彰化三大有线哦，事实上三大有线是先赢了前2局。是。靠网哦，赶快回来！哇，双方防守都很有站到位哦。好，这个机会来了。后排。三大这边有没有机？哎呀，连续2次强攻长手。我看右城。哦，这波精彩哦。啊，呛死啊，可惜。对，放掉了。后排。完全没人拦网。哎呀。这个有点，前面双方就都忙了一场，很辛苦。是。就到最后用这样的方式掉分，有点可惜哦。对，现在有点状况。是，因为分数是最后是给了北津浓啊哈，但是要看这个犯规，逐步犯规。
哇，这段期间美津浓上分上的很快啊，攻的也很凶猛哦。有没有超过线？哇，有没有踩到？有没有踩到？哇，非常的接近。哇，挑战成功。哦，先稍微厘清一下状况。是，因为刚才第一个画面跟第二个应该是刚刚先判给彰化3带有线，然后美津浓这边想要提出他足部到底有没有犯规。那现在看起来裁判是，因为刚刚很接近哈，很接近。有时候光是如果说我们脚有没有触线来讲，因为有时候大家知道这鞋子的前端会微微上扬，所以你拍摄的角度有时候其实会影响到在视觉上面有没有踩到这个线。是，因为你的仰角跟俯角跟平视角去拍，你会会不一样。对。那刚才已经是几乎以最平视角去做拍摄了哦。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判决哦。对，我们来看一裁的判决是5，那就是有踩线。给了彰化3大有线。没错。哇，还是拦网的问题。是整个就是感觉这颗国强也是没有在最高点打球哦，球要掉下来的时候他才去打，那变成是他就没有空间去出手打他的手腕变化，就是真的是打在对方手里了。对，再一个国强，还在这个搭配上球就有一点速度给他的话，他有能力去处理哦，他的手腕就可以变化，去打斜线、直线呐，去突破。这个时间上给的就是也比较及时哈。是。就你高度不行的时候，就是抢速度。现在把易安换上去发球，通常会这样子换中间手哦，一定也是这位选手的发球是稍微比较突出的，以及防守哦是比较突出的。好，有救回来。哎呀，闪过拦网。哇！结果底线裁判认为是出界。是。好，司线员看出界，但3大这边应该是会挑战了。18比9。如果我们不算上一次2队就要打第5局的那个 deuce 哈。双方其实在过去交手的这5局当中啊，分差最后结束都没有差超过4球。好，最多就是21比25哦，就这样在今天第1局的状况。所以现在分数差到1倍的距离，算是今天说这一季来讲是比较大的差距。对，比较少见的。他们讲到像温义凯这样类型的球员哦，这个有一点偶像气质的，是很能够就为气排跟排球的这个市场来增加我们的观众群。对，带一点热度哦。这排球的选手其实他在造型上面跟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回放，应该是界外了。哦，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其实他们的造型事实上是有可以做很多变化的可能，然后就蛮有这种应该说造型或是往偶像类型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大概易凯这边就算是比较伊人型的。哦，今天怎么样？就是拦网打不过去哎。对。哦，这个时候下来是不是稍微有点踩到了呢？哇，几乎这每一个进攻都是被对方算在布阵里。是。没过网。好，冯品恒在发球，
轻轻拨过网，有机会换一边。哎呀，这整个很明显就是球掉下来才打到球哦，代表他的球点是降低的状况下，你要再去变换手法去突破更困难哦。感觉上今天给国强的球点都没有送得太好，所以他我就觉得有一点像是这个一鼓作气，2而衰，3而竭，就攻着，他在整个攻击上面就越来越受局限。对，但是本来大炮手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能力去突破每一个球哦，不管是有到位没到位的球，大炮手就要有这种能力哦。那我相信国强他自己应该也在调整他自己的整个出手吧，对。不过倒是在第2局开始就看到这个温义凯他一直在冰敷他的右腿的大腿肌。对。哇，这个分数差距有点超过，对，有点超过大家想象哦。是。好，所以郭翔先下来调整，缓一下，换上庄子霖。对，不过说到3大有限，其实他们之前也是有比赛，就是先输了2局，状况也不是那么的好的状况下，还是有连赶了3局拿下了胜利哦，所以一切球都还对，刚才就说比赛还没结束，3大有限，他要么就是打满5局，要么就是被直落赛，他只有这目前他的比赛到本季对打了8场球啊，只有这2种状况哦。对。哇，又超进了分数。那看起来第2局美津浓拿下的脚步紧。何金辉发球。哎呀，没有注意到。对，不应该就直接这样停着了哈。就很多球都是真的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自己都先当裁判。感觉好，这边3大这边突然，你看像这一球其实还有，但所有人突然间好像停住一拍。对，真的是随时这个球就还在运转当中哦。哇，分数有1倍的差距啊！不过接连想用发球直接拿到分数。挂在网上，但目前领先还有一个安全的范围。所以这个时候3大开始调节一些体力，是帮主力的球员争夺比较多的休息的时间。还有。换边哇！今天直接整个拉高球点，真的往对角线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做攻击哦。今天4号这个地方哦，只要是给温义凯，几乎真的是10拿9稳哦。对，整个拦网也没辙。高度够，力量有，然后球点准，23比12。想打快，快攻还是要偶尔，像刚才梦话讲的哦，就是你每一球，当然你是正面做突破强攻，这个是比赛当中最主要的部分。可是快攻、吊球、前短，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做一些搭配哦。对，整个节奏上都必须要改变哦。如果你都打得太顺，对方抓到你的节奏了，那你要再去得分就很困难。好，这个在第3局少见的拦网。好，所以从拦网之后连接到进攻。啊！哦，这球是界内球，界内哦。对，哇哦！
卡吧，我以为会有人跑去卡吧，但蛮可惜。其实这颗球其实是有守到的哦。好，来到了第2局的局末点，24比15。文英凯在今天的攻击成功率将近要突破70%了，哇！16次攻击，11次命中。哇！而且还来一个强势的 S 球，是哇！直接这一分是三大有限，眼睁睁看着这一分就这么紧张，所以同样在第1个局末点就成功的拿下。前面的2局打完，美津浓目前取得2比0的领先优势。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Spo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在第2局哦，分数有一点拉开了。那在这一局最大来到11分差距，其实主要真的就是来自于双方在篮网上面有一个蛮大的距离。如果我们把2局篮网的这个得分相加起来啊，现在的分差1、2局现在是13比2，是哇，你看光是在篮网上面，美津浓几乎除了在2号、4号有一些零星的攻势之外，在正面基本上就是硬生生被挡回来。对，所以就是其实也考验了三大有线这边在配球啊，甚至也会从接发球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进攻模式哦。如果你的球一直没有你到的话，你只能打长球、修正球，在攻击的部分就很难去多点的去做突破。对，哇，温一开啊，小心小心小心。好，刚刚我们提到三大有线哦，这个今年就是只有5局跟3局啊，好，所以如果说在这一局哦，这个被美津浓拿下的话，那就是直落3。是。那如果说这局三大有线拿下，就很有机会就可以再往下挺进。没错。哇，还是一样的问题哈。是恩德这边攻击失误，其实从正面真的是不太容易突破。对，总是要有点移位啊，跟整个攻击打法都一定要改变哦，不然三大有线这边攻击确实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哇，确实是一个2级球哦，对，有点手滑了，对，犯规。不过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样的失误还是要减少哦，不然有时候就是一个气流哦。你一个这样的失误，给对方机会哦，那到时候整个气势士气就不一样，马上讲完就接发球失误。是。这是有时候是专注度哦。对，其实只要会担心，就是在前面2局，特别第2局打得很顺哈。有时候球员，特别是年轻球队，在这种第3局里开始想说，哎，准备等一下这结束去哪里吃东西的。你想法开始不在场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对，所以我坐在旁边的学姐，我看到了，马上就提出这个点，也马上的接发球就失误了。对。就不要担心说，哎，等一下高雄哪里有好吃的烧肉或火锅这样。可是呢，三大这边自己要把握。对，没错，要把握就刚发球失误，所以就整个故事还在写哦。嗯，对。好。这一局三大必须要先掌握开局的这一波，一定要把气势先拉抬起来，先嗨起来。对，其实我觉得在三大有线这边比较可惜的时候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中间手玉林，不管是玉林啊，或是柯中福啊，其实他们都是有非常棒的表现，但是我一直还没有看到他们的一些出手，我觉得这是他们可以去想着，若球到位或是球没有到位的时候，该怎么去运用中间手这个角色的位置哦。嗯，好，给了出界，回头看应该没有打算挑战。对，这个开局感觉是稍稍的美津浓这边要稍微再注意一下哦。哇，这球给得很重啊。对，
哇，没有配合好，就蛮可惜的。因为其实这样子的开局对三大有线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局。我们那时候要把握，对，就是你这个气势上分的话，你要连续对方造成伤害，不能说前面有几球打了好之后，突然间很容易把分数又回给对方。对，尤其是这样子的失误哦，会造成一点点的球队上的氛围感吗？或者是彼此的默契是比较不好的哦。其实美基农会蛮需要这一胜的哦，因为就在这个半个月前哦，在苗栗那场比赛被三大有线这个先是拿了2局之后，其实追回2局，但是在第5局决胜局输给对方。是啊，接下来呢就苦吞了连败。尤其上周连续6日2场比赛啊，这个分别输给了台电跟康体，被康体也开胡了。所以至少这2周在凤山要拿1胜回去啊。是。易凯，手到。哇！你看这个就是修正没有修好，就少了一个攻击机会啊。两边都出了一些状况。好，这边风水轮流转，还是又回到了三大陈恩德。往前下了重手，拿到分数8比4。美基农请求暂停。接发球，节奏慢一点，好，太急了。来哦，4分而已，4分而已。好了。好，其实这一次暂停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些这个策略上或战术上的改变哦，这主要就是打慢一点。对，没错，尤其是第一波的接发球哦，你一定要一定本来就要接好，但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可能球队的可能比较低迷的状况哦，那要送到举球人手上的位置确实是比较难的哦，所以这看一下这个暂停能不能够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战令会不会跟第一局一样哦？第一局一开始彰化三大是6比2领先，当时呢吕孝平教练就喊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过后，马上美基农连拿4球，然后从此之后就把这个第一局的赛况啊弯道超车，好就领先到最后。哇，这个也没有，很可惜哦，美基农在接这个在身上的球哦，没有注意到。哇！就柯宗甫这个发球，就感觉今天就很像是总算要点火，但是这个火苗就是烧不起来。对，感觉在烤肉一样，怎么这个火怎么点都点不着。好。转换一下节奏，对，确实一定要的。虽然说球没有到非常到位哦，但是只要有跑，快攻有跑，举球员敢做，其实做一下这样的轻波吊球，其实都可以造成对方的威胁哦。其实一直想要从正面强攻都没有好的效果之后，就像刚才梦话讲的哦，你用点球、轻波或是各种方式，用比较迂回的方式，先改变一下对方的站位也是一个蛮好做选择。是。好，还有，哦，这时候不要放弃。还有，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后排的恩德还所以现在整个第3局的气势哦，跟局势感觉都是在三大有线这边的哦。
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很有技巧，对对对，很有技巧。虽然说在举球稍微是没有搭配好的但是发哥也是选择了一个长角线的一个中间漏洞哦。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哦，三大有线今天像如果是刚才像这个发哥的这个状况，可能就选择正面强攻硬敲，对，然后把拦网被挡回来，对对对。还有，哇，这个没有掌握好，哇，反而把这个球又送给发哥，哇，阿发连拿2分。印象中好像这样比赛是不是第2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对对对，就是会落地也不好救，没有错，但是就是没有人跨出那一步，稍微去做一点滚翻或者是做一点鱼跃的动作去救球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是比较不好的。对，这个如果是美金龙来说的话，就可以有一句电影台词，就是好好运还没跑好运还没跑，你不要显示年纪了。因为我看一下，还有哦，对，感觉搭配上是稍微有一点点不顺，不过还好美金龙是发哥这边有把握到攻击点哦。哇，这一波夯不啷当，美金龙连拿4球，现在又回到马上要追平的射程范围之内了，10比11。是。好，这球直接挂网。三大有线真的要特别小心哦，今天的领先优势建立起来不容易，但掉分都掉得蛮快的。对，没错，尤其是正要开始旺起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掉分，我觉得就还蛮可惜的哦。国强，好球。像这样子的搭配啊，其实很明显的就跟上一局有点不一样的是，刚刚国强在第2局打这种球的时候，都是被压着打的。但是很明显的看到他这颗球是跳起来游刃有余的去走他想要的路线哦，所以这真的是有差的。对。哇！凶真的5告派对，超派，而且他也就是这样子，凶凶的。超派这个真的会对这个自己对象的气势，真的是会有加分的效果。接的好哦，哇！看一下最后是不是有 touch 呢？应该是看有没有 save 还是 outside 哦。对，你看现在国强其实他就又充分的利用他的优势哦，他总是可以先跳起来，稍微看一下哪里有点。再去做出手，跟上一局真的差太多了。好，陈玉玲发球，哇，终于少见的拦网成功。哇，三大有线在先前平均每一局都只有1次拦网得分啊。对，就看看这个拦网可不可以带动三大有线的气势哦。哎呀，对，没有注意到。对。现在这个风开始往三大有线这边吹喽。美金龙第2度请求暂停，又来到5分差距。太慢了。好球，没事没事，还有，可以打。啊！
慢慢来啊，慢慢来啊。来，不要放，不要放。其实你看这几次美津浓的暂停哦，其实也都并没有真正做太多的修正，真的主要就是让球员缓一缓情绪而已。那美津浓把暂停都给用掉了，是。但也合理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叫，等到分数拉开到8分9分，其实也就这局更难追了，就也不用叫了。对。还可以打哦。对，真的一定要出手。但这一局其实三大有限的防守上，确实比前2局救下了更多的可能的失分的危机。对，没错，尤其他们救起来球，像国强就已经没有用硬打的方式，他都反而是打点的方式哦。我觉得这样子也比较好。好，那往出界，12比17。阿发今天的攻击成功率45%。好，这边美津浓也做人员的轮替哦，换上张佑生。好，第一拍被守下来，又是一个拦网成功，哇！对，因为这颗球的举球员举的稍微有一点短哦，又有点靠网，所以佑成这边在攻击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在一个高点打球，反而是去追赶的打这颗球哦，就等于他的点就会降低。而且他的角度也大概就是只有那个直线的那个角度。是。可是现在反倒是美津浓这边接发球出了一些状况哦。三大有限乘胜追击，哇，这个第2局、第3局会不会都以比较大的分差来结束呢？强势 ball， 好，看有没有掌握。就看这一波的三大有限，哎呀，是蛮有勇气用上手的。不过他举球员呐，可以理解。是，对。可是虽然说这次没有成功哦，但是三大有限其实在这一局的防守，特别是自由球员，其实帮助他的攻击手在前排创造了，后排也是哦，创造了蛮多的机会。对，没错。只要守起来有一颗守起来的话，其实举球员有修正的到位的话，三大有限在这一局得分率都是蛮高的。哎呀，发球落地得分，不过还好，这个分数还有一些优势。是。三大有限这边也非常的谨慎啊，不要让对方的这个星星之源可以燎火，所以赶快先喊一个暂停。好，那最近的这个分数啊，从双方14比11 3球的差距啊，那接下来的7个来回当中，三大拿到了6分，美津浓只有拿到1分，也是状况来得很快。是。这一局的一开始，感觉美津浓有点放松的太快太早了哈。对，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开局，其实就可以稍微的感受得到，或者是嗅得到他们有一点点跟前2局的感觉不太一样。对。哇！天哪！是，确实球已经落地了哦。连续2次几乎是同样的点找一样的人，是哇，确实不好接啦，因为是毕竟男生的跳扣式的发球哦，而且过往急坠哈，是就整个大家应该都是暂时的要去接他的强扣球、强扣发球啊。那如果又成这样子用一个手法的方式发球，确实不好接。发球还做了一个变化，对。不过这次还好，接下来之后造成了陈恩德的一个得分的 chance。哇！
对，真的，你真的是第一个先救起来，接起来，后面第2拍、第3拍都还有一些可能性。是。好，吴国强在第3局把他发球，抱歉，是进攻的成功率给提升起来了。同样的手法，交给温义凯，这次3个人弹中可以了吧？对。哎呀。 温义凯第3局的发挥啊，也被对方有点这个铜墙铁壁针对住了哈。对。国强发球，没接好。是。不过还是强攻，硬是把这个分数给拿了回来。 现在把玉军给换上去。哇，最近的这几分都是直接发球送给对方分数啊！是。 光是发球，在美津浓最近得到的5分当中，就有3球是直接用发球得到的分数哦。对，这个时候专注度要提升。我们看到刚才在前排，好出界。刚才前排哦，其实陈介廷有提醒队友哦，专注度要提升。钟敏晃上来发球，有机会把战线拉长。整个第3局，温义凯没有太多可以出手的机会啊。是。 第一个进攻被化解，一样是义凯，整个应该是从拦网的中间越过，对，强攻，正面硬是用这个比较有 power 的方式做突破哦。是，它的高点还是有。嗯。 好，这边同样，陈恩德还以颜色。一边打2号位，一边打4号位。23比19，发球。 进攻被化解，哇，一个 touch out， 对，好，这么一来，三大有机会拿下第3局。5号下，33号庄子明上。 三大有线换上了庄子明来发球，哇！结果上来一发球，反而是送给对方分数啊，直接发球挂网。
哇，接发球失误，目前是本局的第4颗。对，对，哇，这个 power serve。哇，最近的8、9分当中，有一半的分数，美津浓是直接靠发球拿下的。是。哇，打得还是很有威力哦。对。好，救回来。右成。哇，会不会挑战呢？好，第一时间分数给了彰化3大有限呐，但美津浓这边说当然要来提出看挑战哈，对，买个机会也好。是。哇，其实，在整个第3局，3大这边做了最好的2件事情，反而不是进攻哦，而是在针对温一凯的拦网。好，另外还有在整个应该说前半段啦，这接发球之后的僵持，然后至少可以手下比较多。看一下，应该是，有一点，对，手部的部分是没有了哈，但是似乎美津浓这边球员是认为好像在这个靠近身体的部位，可能有touch到。对，不过这种还是把分数判给了彰化3大有限。好，所以在第3局呢，3大有限扳回了1城，目前局数美津浓领先2比1。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看一下在第3局哦，其实在分数上面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数据上面可能没显示上面有这么大的差距，但是事实上对比赛的影响很大的是拦网得分。是，没错。在第1局跟第2局三大小线加起来2局拦网得分总共只有2分。是。这局虽然说拦网得分是只有3分，可是呢，它无形中其实有点限制了，不论是前排阿发或者是温义凯的发挥，因为在这一局其实。温义凯首度啊，应该说在这局第一次哦，就是在正面强攻的时候，被对方3个人拦网硬是封了回来。对，因为其实，在三大有线刚刚很明显的是，即便是没有拦网得分的球，但是球都还是有效，都是有成功有效的拦网，对，并不是让美基勇这边直接是得分的状况，所以在上一局彰化三大有线才能够顺利拿下。对，三大有线在第3局的得分其实并没有说真的特别突出啊，但主要真的是在第3局的防守做得好。是，说着说着，刚刚就有一个防守 nice break， 好球，要带着第3局的气势哦。其实这样就要考量到说，美基勇这边就要考量到说，他们的攻击的路线是不是要再交换，再想一下该怎么打。因为你打太正面了嘛，那防守当然是好守。那你想一下，稍微变换一下手腕，稍微变换一下打球的长度，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会有效的。好，又是成功的救球哦。再一个一排。哇，第1次不行，第2次往后打哈。是。但是你会看得到，像三大有线，其实在每一颗球上都是有反应的哦，不会像是第1、第2局的时候是直接被看球落地啊，或者是不知道是怎么被打过来的那种感觉哦。对，在第1局、第2局，三大有线有时候就是在这个对方一拍攻过来，直接就投降。对，哦，一拍进攻得分，这个对士气影响有时候蛮大的。没错。哎呀，想法概念是 OK 的，过来地了，但是执行上手腕上稍微力道稍微多放了一点。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跟举球员的配球，我觉得是可以再继续运用的哦。完全被抓到哦，在整个恩德后排的攻击也完全被我们的右城给抓到哦。第4局的开局对2队都非常重要。是。哇，这有点回到第2局的状况哦。对，稍微要再注意一下，因为其实，在这样子的，应该说接发球第1波进攻来讲，都对整个三大有线的进攻波来说、攻击波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哦。4比1。哎呦，对，有点惊险了。对，哇，整个攻势又不一样乱掉了。对，哦，这个其实应该要喊一个，考虑要喊个暂停了。是。
Before it's too late 哦，这个时候真的是赶快先叫。没错。目前比分来到5比1，由美金龙队暂时先4分。在三大有限彰化三大有限这边哦，还是必须要先注重一下接发球哦。好，硬是拦了回去。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判决，还是给了三大有限。是，因为在阿巴这边攻击哦，被拦到之后自己有 touch 哦。2比5，廷汉的发球。哇，这个机会就做得漂亮啊！是，这就有点像我们刚刚有说的，其实上一局在三大有限这边可以得胜的原因，也是因为在拦网跟防守是都有去反应的哦。那现在其实蛮多状况都是三大有限这边没有办法做反应的防守哦。但这个战术设计的蛮漂亮，是因为让温义凯从6号这个地方起跳，是今天比较少尝试的位置哦，所以感觉上，哎呀，这怎么直接过网？对。后排再一次，哎呀，这个基本上是复制贴上啊，一模一样的画面。没错，刚转过来还以为是画面重播、啊。对，为了让你把剩下的话给讲完。因为其实前一次的状况就很类似哦，要从6号这个点起跳，所以正面是1对1。对。那我觉得这个突然间的起跳位置转换，有点让三大有限措手不及哦。确实，确实。需要分数，陈恩德这个时候把分数先咬住，很重要。不过必须说，今天在整个攻击的组合性跟变化性上来讲哦，美金龙的这个丰富度是比较好的。对，尤其像是攻击的掌握的得分掌握度也比三大有限这边还来得好哦。打得比较长了。对。发个短，哎呦！哇，这次突然间发了一个短球。是。哎，这边是换成美金龙请求暂停。啊，分配好位置啊，分配好位置啊，分配好位置啊。这他就发的这个明显，而且他切点的过来，放一个上去。好，分配好这位置。因为带那个时长，有点来不及啊，对，我们让你来不及。6人先拍吗？对啊。可以切啊，打短的没关系。好。好了，一开过，一开过。对，发手接发手，接发手，接发手。其实，在第4局哦，其实双方都还是有一点点。都会出现一样的状况，像接发球失误啊，或者是攻击很像把握度没有那么好的状况，所以我觉得第四局哦，真的也是非常看选手的一个临场的心态的表现哦，就没有办法像刚刚可能美金龙前2局这么稳定的拿下的这2局的那种感觉哦。美金龙其实在第1局、第2局，特别第2局打得很顺哦。对。那第3局三大有限修正的很快。对。那现在就换成美金龙，其实知道你前面现在拦网的成功率高，他可能就不从往前第1排做强攻，是。他可能就第2排从后排发动攻击，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把球丢回给三大有限，看你接不接得住。
而且刚才在暂停的时候，吕少平教练是让球员自己做沟通，对，因为这个在前排的接球的这个位置上面有点交代不清楚。是。对，恩德这边的攻击失误。好，发了8球。哇！硬攻硬塞，很强劲哎，那个球。硬弄。对。不过国强本来就是有这样子能力的一个选手哦。对。这次就比较有准备了哈。是。同样的操作，这时候要挑战吗？对，易凯这边感觉是拦网前排拦网是有拦网触球的哦。好，不过其实以感觉上同样就是温怡婷从后排起跳发动攻击，这个已经是同样的套路跑第3次了。感觉这一次其实三大就比较有准备。是。那当然还是要看最后挑战的结果了哦。对，因为其实这一波的进攻跟前2颗的状况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其实前2空是在一个来回坡的攻势下举了一个，对啊，很厉害，居然被易凯看到，也是蛮厉害的。对。哇，那这个挑战很有价值哦。是。不但把分数再往前挂，而且发球权也持续的保住。对。好球！哇，这第4局应该是双方第1次发动快攻哦。对，因为在我的印象，其实上大有些人很会，应该说介廷啦，介廷这边其实他很敢举这种离网的快攻哦。那我觉得他这一部分还是真的还是多运用哦，不然我觉得蛮浪费他们中间手的表现哦。哦，对。国强想要直接发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远球啊，结果底线出了界。是。许瑞恩，双方大概3到4分的差距啊。哇，小心！哎呦，小心！感觉到最后的这一拍要攻有点勉强哦。勉强，因为其实，在廷翰这边的修正球，我觉得他也稍微有点太轻易的把球送到那边，应该是想着要怎么样修正才能够把这个球再制造一次攻击机会。甚至这个击球点都还没有过网哦。对，太急了一点。还有哦。两边都在修正，尝试一个长球，底线出界。哇，那这个要注意哦。美金龙这边把分数有点拉开了，13比7，所以三大这边要请求暂停还是挑战呢？响哨之后就一定要做动作，挑战的是拦网触球。画面上看来应该是没有触球的，对。我今天其实有几个挑战蛮关键的哦，在第3局、第4局都有这种，因为挑战之后就让这个分数有点逆转。对。哇，这有点回到第2局的感觉。是。可能在攻击上是没有一个角度，或者是没有一个得分的点出现哦。哇，前
前后左右啊，上上下下都被封住了。对，因为其实如果你在状况不好才要转换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对方就已经很全神贯注在注意你每一颗球嘛。那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作下去转换这样子的节奏的话，你一定会带，因为你是主动的，对，一个主动跟被动的差距。你并不是因为状况不好而做这件事情。哇，这个同样的状况又再发生了哈。对。铜墙铁壁哦，就怎么打都被对方给挡回来。对，就跟第一局跟第二局的状况就比较类似一些。而且其实这球并没有说真的拦得非常准。对。想要直线挑战啊，但还是被对方给硬是逼回了自己的场内。是。最近的这6分7分当中，再度美津浓这个分差是6比1哦。三大有线这边7比10之后就停了好一阵子。你看最近的分数真的都是拦网。对。或者是彰化这边在攻击上面，要么打长了，要么这个自己没有失误，对，打在网上。对。三大有线的暂停较晚。其实三大有线这边应该也是尽可能想要去调整一下整个阵型哦。15比7。哇，总算是结束了美津浓这一波5比0的攻势哦。相当聪明。对，其实就像刚才凤花讲到，你在同一个路线右边只强攻了2球3球，就硬是被对方给拦回来了。那你换边转换边，你打到4号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可以用比较迂回的方式，对，没错，往手上拨。对。哇，不过很快温逸凯啊，在今天手感确实蛮火烫。对，尤其是他今天做了非常多个人移位的方式来当做一个攻击的主动方哦。那我觉得三大有线这边的拦网哦，一定要对他这个路线稍微再多一点用心的去看哦。10比16。接连这边三大有线算是小有起色哦。是，这时候美津浓这边就要特别注意，可能自己失误的这种状况，不能再有第2个、第3个了，这样子有点伤士气了。哇！最后选择落地，不过在线内哦。是，有可能会在线内的哦。哇！哇，想想这一球，这防守球员这边在想什么？就是比较模棱两可的球，我还是会建议把球接起来哦。对。没有硬来，我说有啊。确实，真的这个判断是很危险的。紧张来，太棒了，抓回来。哇，这个分数原本也看起来这个要一波被带走了，要扬长而去了。突然间现在又追回来，在最近的这6个来回当中，反而是三大有线拿下了5分哦。对。专注。其实包括他们教练也有提到说，太放松了。其实就说真的，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专注度是最要不得的，但是还是要就是跟提醒球员们，这种专注度的部分还是要赶紧的拉回来哦。所以这个得分点确实还是蛮可靠的哦。
球队在稍微碰到有点这个乱流的情况之下，赶快先要回1分。17比12，温义凯发球，今天拿到26分了。温义凯在今年场均啊，在一局平均大家可以拿到4.7、4.8分哦。所以在今天他若以他目前拿到的分数来讲，他一局大概可以拿到将近快6分。哦，确实是蛮惊人的。对，阿发这个出手就很快哦，虽然球是比较平快球，不过他是赶紧的把最后一步拉上去，在最高点去处理这个球打在底线，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出手。北京龙林玉君上，看会发在哪一个点上哦。还有第2次被拦，对，要有耐心的卡保。第一时间裁判是判给了 touch out。北京勇这边提出拦网触球的挑战。压在网带上，不过看起来并没有这个挑战成功。是。挑战失败。现在佑成这边来确认一下站位哦，因为有时候就是看你的挑战，突然间会对轮转位会稍微忘记哦，所以要回放一下，确认前一波大家站的位置。没错。哇！哦，这个时候有机会哦。是，看到就追上哦，差3分。我想回到上一个我们话题哦，就是如果站位上面可能有错，然后如果可能司线员或应该说第二裁判没有发现的话，那他之后有可能可以再挑战，或者是用什么方式调回，还是说就按照目前的方式打下去？应该是按照目前方式继续打下去。好，19比15。稍微更正一下刚刚的说法，如果是有站位站错的话，二裁这边应该会马上的纠正说，哎，你们现在是最正确的位置是在哪里？哦，所以要并且从那边开始。OK。对，因为我稍微想了一下，我以前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会是怎么样？对。直接发现了当下要把它调整回来。对对对，要调整到最正确的那个轮转位。彰化3号现在起球挑战下面的拦网触球。哦，也到了可能最后比赛结束前的几个分差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能够挑战就要用，不要留着带走。好，在我们凤山体育馆呢，先前在经过这个整修之后呢，有一区座位啊，它是有像电影院这样的座椅。是。好，拦网触球成功。真的在一场球赛完全都是不能松懈的哦。好，所以分数直接挂上去，持续发球。哎呀，
可惜。哇，这球没有往上，这个邱义强没有这球往上把这个球给这个为队友争取多一点时间。对，其实他是想要给教练表现吧。20-16。哇！结果这球发球擦链，没有打在点上。对他应该是也想要往主攻手这一边的位置来发哦。好，这球还有救起来。哇！哇！真的是什么状况都来了哈。对。来了一个连击。哇，北京农是近乡情怯啊，在第4局一路分数领先到达7分了。是。还有，重新组织一波。2次成功的防守，有没有机会？哇！连续2次成功的防守，换回一个成功的进攻。是。现在剧本又有点写到了第3局的感觉，在三大有线这边拦网都是有注意的哦，所以造成小温这边攻击是没有那么顺畅的哦。刚才温义凯有一球刻意要放短哈，不过还是有点被预测到了。对，毕竟刚刚他也是面临3次拦网。好，现在什么都有哦。往前短兵相接，按回去落地。北京农还是保持着领先，21-19。哇，不过也只有2分的距离哦。哇，轮转上其实还讲不定是哪一边有优势哦。哇，哎呦喂啊，好球哦！先救过我，哎呀，在往前没有注意。三大有线这边有点，好像感觉上除了救球的球员之外，其他有点突然间都宕机了。但是有这样子的接发球，我觉得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啊。对，即便这个球虽然是接过网，但是会有这样子反应的选手，其实真的是很少见的。对。啊，蓝中这边稍微有点这个宕机了，有点突然间停住了。好，正面。哦，还好这一分重要，把它敲进去了。还是维持在2球的距离啊。我猜看一下，应该是张廷翰。现在再度把易安换上去发球以及防守，看有时候就是在这种紧要关头，守1颗就会是1分哦。对。这球打得比较长，是否要挑战呢？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哈。对。哇，这次的反应很快。又是一样啊，像刚才梦话讲的，在这个拦网的部分哈，突然间三大这边抓到了几个在正面可以封住的点。是。22-22，从7分的落后，现在到达一度拼手了。哇哦！而且持续掌握主动发球的是三大有线。好，这个还是吃下一颗定心丸。对，其实就很明显看到了，其实易凯这颗他其实没有他就没有刻意用力打，他这颗其实就真的是把他自己的点拉到最高的去处理这颗球，确实奏效啦，对不对？如果他用力打，球点就会降低，那就会被拦网的touch到了。对对对。哇，好赛！哦，但这个时候突然间压力来了，整个都不一样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对，其实人就是惯性就这样哈，有压力来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绑手绑脚的。哇，这个温义凯今天真的是球队胜利的保证哎，对，拿分的保证应该这么说。赛末点，重要的一个发球，到底是会拿下这样比赛，还是要前进deuce呢？哇哦，义凯的发球。哇，这个几乎一出手大概就知道会出界了哦。对。连续2个发球的失误哦。其实就算打到20分时，当时美津浓还是20-16，还是有4分领先呢。哇，想不到接二连三，除了温义凯之外啊，其他各种状况是。三大有限24-24。好，先过网，再来一波，阿发！哇，重要的一个拦网！对，哇，你看吴国强的这个拦网，真的是太重要、太关键了，完全抓到阿发的这个路线。我刚才的这个 play， 其实阿发就像有点像梦话先生讲，他这球其实想要把力量催出来。对，所以有点错过他最高的那个击球点，感觉有点追着打。那你何不先追到球再去处理呢？哇，发球很敢发，对。再一颗哦，不过在线内的样子哦，看一下前排也有 touch 到了，对。好，这个线审是给了落地哦，落地在线内。好，战线拉长25-25。确实也碰到了哦，也在线内。其实这样比赛最后的关键胜负正在拦网上前一次交手呢，三大有限是先拿了2局之后被追了2局，第5局决胜，然后击败了美津浓。那这次呢，则是美津浓先拿2局。3、4两局，三大有限追得很紧啊。靠网，这个时候反应很快哦，想要反应是举球员后排哦，看他有没有机会哈。但这个应该不是可以挑战的项目。对，因为其实不是，因为建廷其实他也在前排，所以他即便是跟美津浓这边往上有争球的，其实也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对，26-26，再回到原点，发球都很敢发哦。对，正面好，给你挡回去。是。三大有限又看到一线能够把战线拉长的曙光了。对，其实你就很明显发现，其实前2局哦，前几局你会知道说，在小温打后排的时候，没有人跳起来拦网，但是他们现在有注意了，对不对？好的，那这么一来呢，就像我们先前说的，三大有限今年呢只有直落3或者打到第5局。虽然前2局呢被美津浓拿下，不过三大有限在第3局、第4局啊，把这个战线给扳平了，目前形成了2-2。我们要准备决胜第5局，稍后再休息一下再回来。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那第4局哦，其实美金龙在整个攻击上面，当然比例还是比较高，在攻击上面得到的分数，其实还是来自于3大有限。不过呢，他们在发球上，特别是在局尾哦，那几个发球的失误，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蛮巨大的。是。那
三大有线其实在这个攻击上面分数，在这一局跟美津浓的差距就变小了。然后在拦网的比例，双方在第4局都提高了，反正感觉拦网是这场比赛第4局甚至后半段的一个胜负关键。对，毕竟他是在防守端这边是最靠近球、最能够阻碍对方攻击的一个防守哦，所以我觉得拦网的好坏真的也会取决于自己这一方的防守的好坏哦。哦，今年三大有线算是最会打这个强武的球队了哈。哎呦喂啊，小心小心！保持银行马翻追跟跑跳碰，赶快起身。touch 啊，是。哇，这个其实对三大有线来说啊，气势正旺，是从0-2开始追起。对，因为刚刚在拦网端哦。2位选手是有点互撞的状况下，但也想要保护对方哦。那他的队友就拉了他的衣服哦，对，造成他的衣服破了一个洞。现在就把它塞进去。是，整个场地都蛮可爱也逗趣了大家哦。对啊，绑紧啊哈。对。哎呀，比较平了哦。虽然说想要直接平贴过网的话，不晓得有没有受衣服的影响啊？这起掉之后，感觉下面凉凉的，凉凉的，风就灌进来。对，最近天气也比较冷，不要感冒哦。三大有线在这场比赛哦，已经是他们第5场啊进行强武的赛事，打满5局哦。9场比赛里面有5场比赛打5局，比例算很高啊。是。这打快攻，司建元边闪边举起他的右手。对，确实打了一个长线鳌赛。三大有线在今年呢，只要是面对连庄跟台产哦，这个比赛都是直落3。刚说他们有4场比赛直落3， 5场打到强5。面对连庄跟面对桃园台产都是这4场比赛就各面对2场，都是直落3直落3。但是呢，是面对美津浓2场比赛打到强5，面对康体2场比赛打到强5。那在前一天的上周的比赛，面对屏东台电，就是在5局大战，最后输给了屏东台电。是。所以在第5局，其实双方都展现出了非常大的求胜欲望哦。其实大家都是不容许有任何一颗失误的，因为第5局其实就15分而已，你只要有一个失误，其实就会影响蛮大的哦。嗯。还有，哎呀，哇，非常拼哦。是。那三大有线前面4次的5局大战呢，刚好是2胜2败。对康体呢是各1胜1败，然后输给台电，那赢的是云林美津浓。那反而是美津浓先前的3次5局大战强5呢，只有首次面对康体时呢是拿下第5局。那后来呢，接连面对桃园三大有线，跟上周末就上礼拜的这一天面对台电的时候，都是在第5局被对方拿下，而且分数都稍微有点悬殊哦。是。关键的一颗拦网。对，或许这样子的开网的快攻呢，我觉得或许在柯东府这边的起跳啊，是可以开网一点点的，他才有角度去打。他开网了，他才有角度去打他要的角度。如果他太贴近网子的话，他其实是没有角度的哦。所以你只能往拦网的手上打。所以我觉得这部分都是可以稍微调整的。
好，森大有线这边还是选择抢攻啊，依然从2号这个点位来做攻击。温一凯虽然在第4局、第5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下降哦，不过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是第4局局尾，还是真的是靠他比较有把握能够拿到分数。是对，而且很明显看到，其实他如果真的想要用力打那个球点降低的话，他得分的几率就会比较低一点。需不需要挑战呢？抢15哈，所以这个哦，这时候用贴的方式，那没办法啦哦。应该没办法吧？要贴应该贴整圈的。扎进去啦，哦。邱老师讲扎进去啦。对，或许会有影响，是因为他如果扎进去的话，哦，他攻击100倍起来，他就会有卡卡的感觉，对，跟平常不一样嘛，或许多少都会有点影响哦。好，画面看起来应该蛮清楚的哦。所以分数，云林美基隆现在3分领先，7比4。廷汉，这个攻击很轻松被化解，后排一样再起跳，正面强攻硬是拿到了这1分。美基隆现在在抢15的比赛啊，已经这个过半，拿到了8分。双方换边，那在最近的7分当中，美基隆拿到6分了。三大在这段期间，这个比较没有能够守住对方的第一波进攻哦，所以很难去从防守转换到做机会给自己前排的攻击手。对，没错，他们现在首要的还是要先把接发球的到位率再提高哦。小温英凯在这个后排的处理球是没有把握好的哦。有成，线内线外，裁判判了一个 save。9比5。啊，接连几次想要尝试，但对，都是稍微差了一些些，对。其实蛮有意思的哦。如果最后让云林美基隆拿下这样比赛胜利呢，这可以说两边的这个5局大战啊，其实都是白忙一场。因为上次三大有线打到5局，前2局打完其实是2比0，美基隆追了4、5局，但是呢第5局三大有线是15比11。是。那这样比赛如果说美基隆最后拿到胜利的话，跟上次状况一样，前2局打完2比0。3、4局中央瞎忙一场，然后最后还是由美基隆拿下胜利。对。对。对，比赛球赛就是这样子哦。
第一个球员的心态都不能改变哦，以及整个应该说，不管是面对怎么样的对手啊，你应该都是要用一样的态度、一样的心情，甚至一样的技术去面对哦。所以感觉哈，你说今年三大有限打这么多5局的比赛，我觉得这个跟刚才梦话讲的不无关系哦。就前2局拿到，因为你看像上次三大有限也是先拿2局，3、4、2局，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是有一点放松，就被美津浓给赶上。对。也不过4分的差距啊！上一局其实打到了局尾，有7分差，三大还是机会的，对，是。这阿发真的是也2000年出生啊，很凶悍的。他就感觉有一阵子没有发力了哦。对。但集气刚好打这一颗。对。11比6，分数有点拉开了。4分差7比11。哇，这边也一样哦，在比力气大。对。其实比赛到后半段，尤其分数有点被拉开哦，难免球员会有那种想要赌赌看的心态。对。其实这样子也是好的，因为如果你轻轻发给对方，对方呛死，那你也变成是一个无形中的让对方有机会的一个举动，对，宁可去拼拼看啊。好，这球有救到，就直线 touch out。好，那这么一来，这越来越接近胜利喽。美津浓现在13比7，只要在2球。好，就可以拿下比赛胜利，也取得对战的第1胜。三大有限请求暂停。第5局三大有限的攻势就显得蛮零星的哦，没有连续在这个7分当中，他们没有连续在2个来回拿到分数哦，都是很零星的一球一球来。是。三大有限把暂停也用完了。美津浓在这2周来到凤山体育馆啊，上周呢是分别输给台电跟康体的。那三大有限呢，在上一周的比赛，则是击败了康体，所以反而是美津浓这2周还没有开张啊。是，还有，好，打的力道够强啊，所以喷得够远。对，三大有限其实已经追到最底线了。对，这个再打远一点就要追到后面青年路了。对。好，这个时候赛末点出现，14比8。还有，重新组织第2波，哦，突然间改变了节奏，打快攻，长线有。哦，这个时候有变数喽，是自己的一个攻击失误。哦，美津浓这边请求暂停。
好，这个暂停其实也只是让球员缓一缓情绪哦。对，因为其实虽然只剩下1分就可以拿下本场胜利哦，但是教练也是不敢轻忽，赶快叫一个暂停，稍微让选手稍微缓一口气。打来网带上过网，文艺开，还有再一颗给自己做给自己。落在底线。看一下最后的判决是球进了哈。是。那但是三大这边会提出挑战吗？还是就好看起来应该就是最后以15-10的分差，最后云林美金龙呢是先拿了第1局、第2局，3、4两局让三大有限，特别是第4局打到第5，那第5局呢是15-10击败了对手，那也是这2队本季的第2次交手，双方现在是各拿1胜。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那我们在赛后访问呢，先跟在美津浓这边的少平教练聊一下，就是第1局、第2局打得很顺，特别第2局看起来拉开了，好像要带走比赛。3、4局突然被对方追上，特别是第4局，原本是大幅领先，打到第50，然后被打到第5局，虽然说还是赢了，不过谈一下这个中间的起伏。我们1局太拦网太顺了。然后到3、4局之后，因为我们发现3大最近的比赛都是让2，然后都是打5局，对，好多场都这样子，对，所以我心里都有点觉得毛毛的，遇到他就觉得毛毛的。然后我又跟那个就旁边那个，因为今天苏彦成比较受伤嘛，他就在旁边说，我觉得毛毛的，应该会打到第5局，这就一语成谶这样子，因为他们3、4局的时候，他们的运气跟他们的针对我们的攻击手的路线其实抓得很好，因为他们的拦网都会换位置，他们让那个拦中的去拦大炮，然后举球员去拦中间这样子，针对我们的攻击手的齐心去拦网，所以我们的3、4局比较难打一点，对。然后第5局又可能气势我们那边又拦了1、2颗之后气势就好了，然后我们的王牌魏英凯也是有重点有在得分啦。对，关键那几个都有得分，所以就顺利的拿下比赛。是，其实蛮有意思哦。因为我们今年有做过统计哦，他们打了这9场比赛哈，不是3局就是5局，他们还没有打到4局的，所以要么就快速结束，要么就是一定要就打到5局。所以今天2次碰撞期都打到5局哈。那确实，其实在这个今天的第5局哦，有几个关键分就温义凯拿下。那特别聊一下，那这样比赛的这个手感，其实在第1局、第2局很好。那感觉他们在第3局，特别是第4局哦，他们拦网几个成功的情况之下，好像3、4局稍微有点成绩。第5局有几个关键球，其实又能够顺利的扣进，可以谈一下这场比赛。你觉得你的手感，你觉得哪几个点间是发挥的是比较有信心，觉得自己打的是不错的？好球的话，我当然就是一定都是很有信心。好球的话一定是，那修正球的话，其实我也是蛮有信心的。但是如果我被拦的话，我就会赶快调整自己，我就会问队友说。他们定位啊，或者是他们防守站位是什么，然后我自己会去再想一下，就是做调整。那3、4局可能就是因为前面领先其实算蛮多的，对，然后就是可能心态有点松懈，然后攻击的时候脑袋也没有动比较多，可能就是面拿打拿，对，所以对方就是抓了我比较多球。那在第5局的时候，就是重新来过嘛，就算0比0的意思，那就是重新去调整自己的攻击，然后。就是跟举球员说没关系，我都可以打，对，这样。我特别其实提到，像刚才一凯讲到说，这个第3局、第4局稍微说有点被抓到调整。我那时候看到说你有几球从后排从6号这个地方起跳，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做一些变化吗？那个后排就是算是，其实那就是我们的战术之一，我们没有特别去说什么要变化，就是那就是我们平常练习会有的战术。OK。好，那特别讲举球部分，来请嘉伟来这个聊一下。其实这场比赛就是特别在第1局、第2局，第2局攻得很顺。我看今天你给球，不论给易凯或者给阿发，其实都给的蛮到位的。但今天确实，我觉得在往前的表现蛮活跃的。谈一下这场比赛，你自己觉得这个跟这个几个攻击手配合的状况，然后也讲他最后这个第5局决胜局的几个关键的 play。因为上个礼拜的状况很不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比完赛的时候回去有特别加强，就是特别去跟他们所有攻击手去做搭配，然后就是为了应付这个礼拜的比赛，就是看能不能把状况调整回来。啊，结果比完赛的时候发现其实状况还不错，然后就比较大胆的去做一些大胆一点的球，这样子就是让他们去更活跃这样子。然后第5局基本上都是让温一凯跟洪荣发这2个点去发挥，因为主要那个关键攻击手就是重点得分手嘛，对，就是他们也都有把握，所以比较第5局能赢下来就是靠他们2个这样。
好，那我们也就谢谢3位来接受我们的赛后访问。那也恭喜美津浓呢，在今年呢面对3大拿到了这个第2胜，1胜1败。好，那也恭喜在这个阶段在高雄开虎拿到胜利。好，那明天比赛继续加油。好，谢谢。好，那我们也谢谢3位受访的来宾。谢谢。好的，那现在也恭喜云林美津浓今天是以3比2的局数拿下了胜利哦。那今天要特别提到的是，其实美津浓其实他们的攻击手都有非常大以及非常好的能力去得分哦。不过因为有时候他们太想要用力的话，反而是在击球点就会下降啊。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其实美津浓教练其实常常也都会提醒他们的选手说啊，专心一点，专心一点。那其实代表就是说，其实他们球队的表现还是会有点松懈的情况哦。那在3大有线这边呢，其实他们第1、第2局的连结啊，以及接发球确实没有来的第3局跟第4局来得好。那第3局、第4局好的原因是，不管是接发球啊，不管是拦网啊，他们都是有一个针对性的去面对美津浓，所以才能够在整个进攻来讲都会比较顺利哦。对。然后，其实，在整体来讲啊，我觉得在3大有线啊，不管是在整个拦网啊、防守，其实如果他们顺畅的话呢，他们绝对是有办法拿下maybe 是3比0的胜利哦。那其实我觉得是取决于他们自己哦。对。对，其实也刚刚也确实我们看到数据哦，也像这个我们吕少平教练讲的，这两边的决胜关键是在拦网啊。那其实像上一次3大也是，他们在赛后访也是说，在一开始12比0之后有点松懈，因为美津浓追到了3、4局，那这样比赛其实状况也蛮像的，这也是感觉好像年轻球队的通病都是这样子。对，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就是其实不管你在比赛当中啊，面对的是怎么样的选手，怎么样的实力。不管是谁，都应该是要保持着一样的心态，以及你平常训练的80%就好，去面对选手，有这样子的稳定表现，整个球队才会成长。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转播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同样在凤山体育馆还有3场比赛。首先呢，在1点钟时，哇，这个美津浓回去要准备赶快睡觉，因为明天开门战呢就要打是地主屏东台电。那接下来第2场比赛呢，则是由这是由女子组的比赛1-0营造面对高雄台电。那晚场时呢，则是由连庄来面对彰化3大有线。所以我们在明天12月1号在凤山体育馆为你带来这一周的赛事。好，那我们在今天11月30号为您带来的3场转播到这边也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所有球迷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看了2场5局精彩的比赛，我是王柏林，跟我们的球迷杨梦桦向您说声晚安，晚安，拜拜。